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九哥。近期一款名叫 ChatGPT 的人工智能软件不断地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它可以根据用户的问题进行实时分析答疑，而且质量不比任何方面的专家差。上线仅仅2个月，月活跃度人数已经突破了1个亿。那么 ChatGPT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用非常简述的方式让你一口气完全搞懂它。和以往的聊天机器人不同， ChatGPT 它能够根据你提的问题进行自我分析，然后可以连续给出答案，并且它能够不断优化和学习，会让你觉得你正在和一个真正有思维情感能力的人在互动聊天。首先，这个 ChatGPT 里的 Chat 我们知道是聊天的意思， GPT 的全称是 Generative Proprietary Transformer， 意思就是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它的原理是先给它提供一个庞大的语料库，这些语料库通常是直接从互联网上抓取过来的文字信息，然后让模型通过上千亿个参数对这些文本进行打散、标记、学习，构建起一个复杂的预测模型。再依据这个预测模型判断一个单词在这情景下应该接哪一个单词，就这样一个一个单词串起来形成一段话或者一篇文章。而这种预测模式其实跟我们大脑学习和架构模式是非常相似的，因此这也是它能够更像人的一个重要原因。简单来讲，这个聊天程序回答的问题越多，它解决问题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 ChatGPT 是怎么诞生的呢？说到人工智能的鼻祖，必须要提到艾伦·图灵这个人，是他在1950年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就是大名鼎鼎的图灵测试。大概的意思就是，当2个人在不面对面的情况下用文字聊天，你能不能判断出来对方是个人还是机器人？假如你很难分辨出来的话，那说明这个机器就是智能的。当然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智能聊天机器还是非常简单的模式，基本上就是200多个关键词里反复切换使用。随着人类的科技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在这70多年里大踏步的向前发展，然后时间到了2015年，美国的硅谷科技巨头和华尔街的寡头们一起投资创办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名叫 OpenAI。 创立这家公司的目的是想发展一个非盈利性的人工智能公司，并且公司核心宗旨就是要确保人工智能在未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会威胁到人类的命运，并且可以长期服务于人类。 OpenAI 于2008年发布了初代 GPT-1， 首次让人工智能能够和人类一样理解文字并且把它写出来。随后几年里OpenAI 陆续推出了 GPT-2 和 GPT-3， 用更庞大的参数实现了更精细的学习。通俗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像一个有思想的人。到目前 GPT-3 已经用在了很多场合，像国外已经有用 GPT-3 来写新闻稿，至于用 GPT-3 写小说、生成游戏台词、生成编程代码等也都在尝试使用中。而 ChatGPT 就是在 GPT-3 的升级版 GPT 3.5 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包装、微调、优化后所做出的产品。过往的 GPT-3 只是一个底层引擎，必须接入到一个软件中才能使用，而 ChatGPT 可以理解为 OpenAI 自己为 GPT 做了这么一个软件，让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它。讲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最初 OpenAI 的成立和伊隆·马斯克有很大的关系。马斯克是 OpenAI 第一个投资人，也是联合创始人之一。其实马斯克一直对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充满着疑虑，他在2015年就曾公开说道，人类如果未来会毁灭的话，无非就3种可能：新型病毒的攻击、全球核战争和人工智能导致的人类毁灭。他之所以要投资这家公司，就是想研究未来的人类怎样不被人工智能给反制管控。但是在2019年，由于马斯克旗下的2家公司 SpaceX 和特斯拉都面临了很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特斯拉在开发自动驾驶程序时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技术，这样导致 OpenAI 和特斯拉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产生了恶性竞争和冲突。而且马斯克在推特上也说了，他不支持 OpenAI 目前在做的研究，并且说目前所有研发人工智能组织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监管，并且同时他宣布退出了 OpenAI。 这说明 OpenAI 的发展已经背离了它本身的初衷，它变得越来越不受监管控制，未来对人类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危险。然后当 ChatGPT 已经推出后，马斯克便在第一时间使用了它。使用后他还特意发了条推特说，这个程序好用到吓人，
甚至断言我们离危险强大的人工智能已经不远了。那么 ChatGPT 被说的那么神乎其技，那它究竟好用到什么程度呢？就在前段时间，北密歇根大学哲学教授安东尼·奥曼在为他世界宗教课程批改论文时，读到了一篇他所认为的全班最好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以简洁的段落、恰当的举例和严谨的论据，探讨了照报禁令的道德意义。但是写这篇论文的学生成绩却并不好，和他平时写作水平差得很远，这使得让奥曼教授起了怀疑，之后便去质问提交该篇论文的学生，论文是否由本人所写。最后这名学生承认使用了 ChatGPT， 他说这是一个可以简单的用句子传递信息、解释概念和输出想法的聊天机器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了 ChatGPT 写了这篇论文。之后奥曼教授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决定在本学期对他的课程进行论文写作改革。他计划要求学生在教室里写第一稿，学生要使用监控和限制计算机活动的浏览器，在往后的草稿中，学生必须对每一次修改做出解释。而奥曼教授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纽约的教育系统曾全面封杀 ChatGPT， 但依然无法阻挡它在学生群体中的蔓延流行，并且根据 Inside 的报道称，研究人员在使用 ChatGPT 考美国医学执照后，竟然都可以完美通过考试。那么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 ChatGPT 的能力究竟如何。如果问他一些如何创业方面的问题，他会如何解答呢？比如我问，我想创业开一家火锅店，应该如何操作？ ChatGPT 给我列出了8个创业计划大纲，看起来这些建议属于比较通用的内容。他建议我开这个火锅店需要考虑当地市场的需求度，并且在开店前建议我需要制定一份全面的计划，包括开店的目的、资金需求、营销策略和经营管理等细节。还有在店面位置和装修风格上给了很具规划性的建议，包括在开店中需要办理哪些许可证，都一一给你说得很明白。然后他还事无巨细地将开店中的菜品挑选和员工招募的建议，到最后宣传推广上的问题都一一回答得很清楚。你完全可以针对其中问题再继续提问，以获得你想要的内容。我又摘出他第一条建议后追问，如何研究市场呢？可以具体和我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ChatGPT 的回答又给我列举了5个步骤，分别是需要先市场调研、分析竞争对手、研究行业趋势、参观其他火锅店、请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分析。当然，如果你想要更细致的答案，可以继续去提问。随着问题不断的深入， ChatGPT 给的答案会越来越细致，甚至到了可以直接落地去执行的地步。它并不像普通的搜索引擎，只会给出通用型比较匹配机械式答案，而是针对你的问题做深度的学习和调整后给出自己的想法，而这些答案是非常有参考性的回答。到这里，我突发奇想，想试下历史如果被修改后，它的结果会如何推演呢？于是我问了他一些关于宋朝时候的问题。我问，如果岳飞不死的话，宋朝可以打败金人，完全收复自己的领土吗？ ChatGPT 的回答是，如果岳飞没有死，他有可能继续为宋朝效力。但要说宋朝可以完全收复自己的领土，并不是一个可以确定的结论。首先，宋朝和金朝的实力差距是很大的，即使有岳飞的帮助，他也难以彻底击败金朝。宋朝的军队编制和装备都相对落后，金朝的军队在武器装备和战术上都有很大的优势。另外，金朝的军队也有强大的组织和纪律，这也是宋朝所缺乏的。其次，宋朝的内部问题也是影响收复领土重要因素之一。宋朝时期，政治腐败、地方割据等问题很严重，这些问题都会削弱宋朝的实力。如果宋朝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有岳飞的帮助，也难以实现完全收复领土的目标。总体而言，如果岳飞没有死，他可能可以对宋朝的抵抗金朝和保卫领土做出贡献，但要说宋朝可以完全收复自己的领土，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然后我继续问，如果岳飞不死的话，秦桧的下场会如何？ ChatGPT 的回答是，如果岳飞没有死，秦桧的下场可能会不同。秦桧是岳飞的政治对手，他曾经在岳飞被杀的事件中起过关键作用，并且被认为是主使岳飞被杀的幕后人物之一。如果岳飞没有死，他有可能继续在军队中担任要职，维护宋朝的利益，对抗金朝的入侵。此时秦桧如果仍然担任重要职位，他可能会遭到岳飞和其他反对他的官员的反对和抵制。如果岳飞的影响力足够大，
它可能会影响秦桧的政治生涯，甚至导致他被罢免或下台。另一方面，如果岳飞没有死，他对抗金朝的贡献将更加突出，他可能会成为宋朝人民心中的英雄。在这种情况下，秦桧继续主张妥协屈服金朝的立场，可能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和批评。总之，如果岳飞没有死，秦桧的政治生涯可能会受到影响，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反对和批评。但具体情况仍需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环境进一步推测。从以上的假说的历史推演可以看出， ChatGPT 用来做历史推演对于研究历史是有一定帮助的。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也不一定是真相。从历史的更多角度去思考，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真相。那么如果我们再用 ChatGPT 来问一些刁钻的问题，比如一些哲学问题和未解之谜的问题，它会如何作答呢？首先我问他，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ChatGPT 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难题，也被称为鸡蛋问题。答案并不是非常确定，因为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先有蛋，然后在蛋里孵化出鸡来，这是因为鸡是由母鸡产下的蛋所孵化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先有蛋。但如果我们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则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鸡是由某些早期的鸟类演化而来的，而这些鸟类也许不像现在的鸡那样，它们可能会产下类似鸡蛋的卵，但是在这里些卵里孵化出来的鸟类却不是现代的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先有鸡。总之，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取决于我们从哪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继续问，我们这个时代有未来人到访过吗？他的回答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未来人曾经到访过我们这个时代。尽管有些人宣称自己曾经与未来人交流，或者在某些事件中见到了来自未来的人，但这些主张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也没有受到科学界的证实。科学家们对时间旅行的可能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理论和假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时间旅行仍然被视为纯粹的科幻概念，尚未得到实证。如果未来人确实存在并可以穿越时间，他们到访我们这个时代的可能性仍然是未知的。最后我又问了 ChatGPT 一个大家始终在探索的问题，我问，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他回答，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目的一直是哲学和宗教思想的主题之一，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以下是几种可能的观点。宗教观点是，许多宗教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为了敬拜和服侍神明，以此来得到神明的保护和祝福。此外，一些宗教也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为了达到灵性的成长和进步。生物学观点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为了繁殖和延续种族。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拥有了智慧和创造力，这使得我们能够创造出各种文化和科技，进而影响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系统。人文主义观点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为了追求幸福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潜力。人类可以通过学习和成长，将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人和社会。无论哪种观点，人类的存在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且可能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信仰，我们需要尊重并包容彼此差异。问答完毕后，回到现实，我进入了沉思。因为在目前人工智能初级阶段已经开始了有自我的逻辑意识，那未来究竟如何才能保证它在有害信息方面可以克制，保证不会危害到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呢？人工智能又将把我们带向何方？这个真的让我开始理解到了马斯克为什么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如此的担忧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继续分享自己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